我叫苏悠悠，是龙国顶级世家大小姐，我为人睚眦必报，所以家里的赘婿爹和3个哥哥就没有不怕我。3年前，我表面出国留学，实际上是暗中接手了苏家产业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苏爷爷，爷爷，丫头，这3年跟着爷爷习武学生，老头子我这点本事啊，算是被你学透了。现在也是时候让你回国接管掌家印了。好，正好，今天是你妈生日，便在你妈生日宴上交接掌家印，给她一个惊喜，好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。我本以为，凭我穷凶极恶的人设，会让他们忌惮一辈子，可谁料我刚下飞机，就刷到了这样一条视频。大家快来看呀！小三献上苏夫人的生日宴，苏大少为了母亲报答小三。小三，看来我妈生日宴捣乱子了，信不信我弄死你啊！这是我妈，大哥居然在打妈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了好了，妈知道你是想给妈妈出气，但咱们实在没必要为了这种下等人脏了手啊。苏夫人好气量啊，有些人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哪一点比得上苏夫人呢？区区一个小三还敢冒充苏夫人？难道他不知道苏夫人是全家的心头宝？就连苏家都只是苏夫人的陪嫁。行妈，我听你的。苏新城，你居然喊一个陌生人叫妈！离家3年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多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妈？快接！苏悠悠，你催命啊！今天是妈的生日，我们正忙着呢，少来烦我们。你说的是哪个妈？你是在国外待着傻了吗？除了咱亲妈，还能是哪个妈？难道这个视频是合成的？也是，毕竟我爸只是苏家赘婿。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有种慌乱的感觉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师傅，再快点，去苏家宴会厅。站住！今天我妈生日，这里都被我们苏家包场了，怎么随随便便的阿猫阿狗都能进来？你妈生日？我妈就我一个女儿啊，难道来错地方了？请问你说的苏家，真是顶级世家的苏家吗？没错，既然你知道，那就赶紧滚一边去。这里呀，可不是你这种穷人可以随便来的。要是惹我妈生气，小心我爸让你立马消失在 A 市。那你知道他是谁？当然知道了，这不是我爸吗？等等，你怎么会有我爸照片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是想来这艳遇我爸当小三儿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省省心吧。我爸呢，爱我妈如命，上一个想上位的人，现在我妈一个眼神都能让他立马下跪求饶。你说的想上位的人是他吗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贱人，说什么是我爸的正牌老婆，直接呀就被我的哥哥们拖去山郊野岭，结果腿断了还要爬回来，说什么要他还他的女儿，真是笑死了。就他那个样子，我爸见到他的作呕，怎么可能跟他有孩子嘛？看来我在国外这3年，我妈没少被欺负。可那些哥哥明明都是妈妈亲生的，为什么会帮着外人欺辱她？而且他
他们是知道的，我向来睚眦必报，他们又是怎么敢的？喂，我奉劝你呀，还是赶紧滚吧。我的几位哥哥可没我脾气这么好。滚开！你敢推我，这个贱人！住手！住手！喂，他妈的，谁呀？悠悠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？没事。刚才是你们动的手。住手！你这个臭小子，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人厌呢？原来你是这个小三儿的女儿。你动我也就算了，还敢动我哥？你真当我们苏家是软柿子吗？什么？该哪来了？你这个婊子，跟你这个恶毒的妈一样啊！不要算了，你没事就行，我们走。走。等一下，捣乱了我妈的生日宴，还想走？休想！3年不见，我妈身上怎么多了那么多伤口？悠悠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，你走，你走！妈，管这3年你经历过什么？既然我回来了，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你看什么看啊？你自己擅自闯进来，我没怪你就算好事了。赶紧带你这个废物妈滚！不错，你妈妈扰乱我妈妈的生日宴，我们只是让她体协，这已经是对她莫大的恩赐了。赶紧带着你妈滚，少在这碍眼！什么我妈？你们疯了吗？她是你们的亲妈，我是你们的亲妹妹。这女人不是疯了吧？这正牌夫人不是站在这儿吗？笑死了！刚刚他妈还冒充苏夫人，她现在又冒充苏小姐，要点脸吧？正所谓呀，有其母必有其女嘛。赶紧走吧。苏夫人的父亲苏老爷子，那是 A 市的大人物。苏夫人的身份可不是谁都能冒充的。你是不是从小没见过你爸呀？所以像个疯狗一样在这乱认哥哥、乱认爸爸？也是。毕竟你妈是个公交车，你不知道你爸是谁也很正常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啊，没错啊。我们呀，只有兰兰一个妹妹，而且也只有一个妈妈。既然你们连自己的妈都认不出来了，那我现在问问你，现在的苏家到底谁说了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当然是我爸了。你说那个凤凰男 A 市谁不知道？他就是个上门女婿。苏家什么时候轮得到他说话了？这个事儿啊，我有印象。这苏夫人啊是苏家独女，又不喜欢做生意，所以苏老爷子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她做嫁妆，但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男方要入赘，而且得改姓。按理说，一个赘婿就算有话语权，但也不能掌控整个苏家吧？诸位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正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跟我老公结婚20多年，他早就通过了我跟我爸的考验。早在3年前，我就已经把苏家全权交给我老公打理。他一个外人，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家世。你怎么证明你就是苏夫人？我还需要证明吗？我的儿子们都在这里。再说了，这几年的项目都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出面洽谈，我们的合作伙伴都知道。是啊，这苏总谈生意的时候啊，苏夫人一直都在身边。倒是这个女人啊，我们见都没见过，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哪像什么豪门贵妇呀？就是。再说了，难道苏家少爷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吗？真是好笑。既然你们这么笃定，那我就给苏玉打个电话。够了，你别无理取闹了。他心虚什么？到这时，我爸并不知道，而且他瞒着我爸，要找一个新老婆。快，我们走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的女儿，我们马上走。妈，今天在给你出口气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确定你就是苏夫人吗？当然。行，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了，我让苏玉自己和你们说。悠悠，你有没有好好学习啊？给爸爸打电话干什么？这还真是苏总的生意啊！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苏夫人和苏小姐啊？苏玉，我想问问你，到底有几个老婆和几个女儿啊？当然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谁又给你乱说了什么呀？当然是。来人，快把他手机给我抢过来！快！妈，不要，我们不打电话了，求求你们不要。妈，我不在的这3年，妈妈到底受了什么折磨，才会下意识的恐惧成这样？走，快走啊！妈，你放心，苏玉刚才说了，我是她唯一的女儿。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动我们。大家可不要被这对母女给骗了。刚才电话里面的声音，分明就是他们找人假冒的，只是声音像而已。你还真以为大家会被你唬住吗？没错啊，这我们几个难道还不认识自己的妈妈吗？苏有妖，你们一家人都有妄想症。你妈妄想到苏家夫人，你妄想到我们苏家的公主，可实际上你妈不过是我们苏家一个保姆，而你则是一个低贱的不能再低贱的保姆女儿。苏有妖，宴会马上要开始，你们赶紧滚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滚！我马上滚！有瑶，你听妈的话，我们快走啊！电话里，爸爸似乎没有问题，难不成是苏星辰他们3个想把苏兰娜当妹妹宠，所以连爸爸都被欺骗了？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把我赶走呢？周叔是苏家的管家，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苏星辰他们急着赶我走，难不成是把周叔认出来了？周叔，完了，走不了了，现在走不了了。周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是苏家的老人，你来告诉我们，到底谁才是冒牌货？她是苏家的保姆，3年前她得了失心疯，一直以为自己是苏夫人。苏主见她可怜，才把她留在家里的。怪不得啊，这苏夫人啊不怎么露面，这3年前啊才频繁的出现在各种宴会里。原来啊是怕这个疯子冒充啊。苏总和苏夫人还真是心善，居然给疯子提供工作的机会。只是可惜呀，疯子就是疯子，没安好心。哎呀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装下去？哎，以前都怪我心软，没想到养虎为患。可现在我后悔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抓起来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没事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这么做，不然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还装呢？你不会真以为你自己是苏大小姐吧？你们这种下等人给我们舔鞋，都算我们高看你们一眼了。要是让我爸知道你们冲撞了我们，早就把你们喂鲨鱼了。不，求求你不要动悠悠！我求求你不要动我的悠悠！妈，你不用下跪，没必要这样做。想让我放过你啊？好啊，谁让我心善呢？现在跪下磕100个头，我就原谅你们。哎，兰兰，他刚才是不是推你了？我们苏家一向是以德报怨，那就让他们吃了生日蛋糕再磕头吧。而我先前还怀疑是3个哥哥背着我爸给他找女人，现在连周叔都站在他们那边，不用想，一定是我爸出轨。既然弄清楚了，那就好办了。喂，听见没有？我妈请你吃蛋糕呢。你干什么？当然是请你吃蛋糕了。你这个贱人！兰兰，没事吧？哥，我要他死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我女儿被欺负了吗？还不动手！不要，苏夫人，靠我来磕，蛋糕我来吃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的悠悠！求求你！以前温柔大方的妈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他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休想！他竟然敢打我，今天非要弄死他！动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啊。
你当着我们的面敢欺负我们的妹妹，你个泼妇，我们饶不了你！不错，想都蓝了，歇过我们这关。我就不相信你能把我们所有人都……二弟，爸，这有个贱人毁了妈妈的生日宴，你快来呀！什么？我马上到。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，还不滚回你女儿！还敢欺负我妈？妈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看今天谁敢造次。还装呢？等会儿我爸来了，你们两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死。谁在这闹事啊？爸，你终于来了！有个疯子在妈妈的生日宴上捣乱。是谁呀？就是他。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玉，我就问你一遍，他们是谁？你今天要当着我的面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不仅打你，还会替我妈休了你。悠悠啊，这件事我过后跟你解释。你先带你妈回去啊。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今天你必须当着我的面给我妈一个交代。你一个保姆的女儿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跟我爸走？闭嘴！爸，你打我！悠悠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苏玉，你个王八蛋，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欺负兰兰，当初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闭嘴！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给悠悠和她妈妈道歉。爸！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给悠悠和她妈妈道歉。爸！天哪！苏总竟然打了他们两个，难不成他们两个才是假的，那个保姆才是真的？肯定是了，真没想到，居然真有人敢冒充苏夫人，这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那岂不是苏悠悠才是苏家大小姐？可为什么苏总那么怕自己女儿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当初苏夫人无意接管苏家产业，老爷子无奈赘婿，为的就是在下一代人中找到接班人，接管苏家掌家印。如今看来，苏悠悠苏小姐就是苏家这一代的新化石人。你们还不赶快道歉！爸，你没弄清事情的真相，你让我们道歉，我们不服气。就是，明明就是这个小三的女儿欺负我们，还让妈妈下跪，你凭什么让我们道歉啊？就是啊，爸。而且爷爷没来，怕这个小贱人干什么呀？真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啊？苏悠悠，我女儿说了，你们母女两个没事在这惹事，他们两个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欺负他们啊？苏新成说了什么，苏玉的态度就变了。如果说之前我还只是怀疑，那现在我就是肯定，他们肯定想要除掉我，然后拿到掌家印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我苏玉清这辈子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我早就说了让你把她赶走，你就可怜她，非要留在家里做保姆。现在好了，她女儿居然在我生日宴上闹事儿，你让我的脸面往哪搁啊？我不管，今天你不能放过他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这件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就因为当初我一时好心将他们母女收留在我们府上做保姆，没想到我养了这么一对白眼狼啊！没错，我告诉你们大家啊，这对母女啊有严重的妄想症。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让着她，忍着他们，还真没想到他们还敢来我妈的生日宴来闹，这些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三言两语就把我和我妈打成了不知感恩的白眼狼，看样子他们是想立马给我和我妈定罪，好在爷爷发现之前彻底掌握苏家。
苏玉，你别忘了，要不是因为我妈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小镇做题家，月薪3000不到的穷小子。还有你们，因为从小就嫉妒妈妈对我更好，也因为看不惯我是个女生，样样比你们优秀，就处处打压我。妈妈是为了保护我，才对我比你们更好。现在攀上新妈，以为能捞到点好处，就迫不及待地当起帮凶，你们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苏玉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你旁边的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吗？苏玉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你旁边的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吗？当然确定，我的老婆叫苏雨晴，之前因为身体有恙，所以一直在乡下养病。我再次重申一遍，我的老婆叫苏雨晴。看来今天你们是要犟到底了。少废话！你今天大闹我老婆的生日宴，今天你是走不了了。来呀，把他们2个扔到深山野林里去喂狼。苏总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毕竟是2条人命啊！你疯了！苏家可是 A 市的顶级世家，苏老爷子年事已高，苏家早晚是苏总的。你现在跟苏总对着干，是不要命了吗？各位，不是我做的过分，我的老婆和女儿被人欺负了。我如果不做声，那我还算个男人吗？今天要是不把这2个目无尊卑的狗东西处理掉，那我以后还在 A 市怎么立足？妈，没事。动手！好个狠！然后你听我说，我们还是道歉吧。你听妈一句，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，就当妈求求你了，我们道个歉好不好？妈，悠悠，你听我的，听我的。苏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教好悠悠。苏夫人，对不起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道歉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走，好不好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妈，你说我们要原谅他们吗？本来呢，看你伺候过苏家的份上，直接让你们滚蛋算了。不过你女儿偏偏打了兰兰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我说的对，敢打我苏玉的女儿，今天我要送你们去深山老林里面喂狼。对，你们这2个垃圾，只配被送到深山老林被野兽啃食，最后呀，连个全尸都没有呢。苏玉，你别忘了，苏家到底谁说了算？当然是我说了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，在苏家就是我说了算。那你敢不敢赌一赌，今天到底谁死？悠悠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我们道歉，我们马上就道歉。你听我说，只要我给他们磕头，只要我说我是个贱女人，只要我说是我勾引了你们，他们就会放过我们的。这分明是长期被 PUA 后形成的应激反应。这群畜生到底对妈妈做了什么？妈，你不用道歉，就算道歉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况且，你根本就没错。一群废物，还不动手！赤手空拳打不过，不会拿家伙呀？上啊！他们人多，我虽然不怕，但真打起来，难免会伤到母亲。爷爷派来的人应该快到了吧？我只需要再拖延2、3分钟。都快点，不要错过了大小姐接管蒋家烟的吉时。你们3个确定要站在我的对立面吗？你都被要丢在山里喂狼了，站在对立面怎么了？你们只是一群会欺负妹妹和妈妈的懦夫，真以为没了我，你们就能继承苏家了吗？做梦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们3个废物比不上我，知道爷爷会把苏家的掌家权都交到我手里，所以你们就联合苏玉一起污蔑我和我妈。
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看你是疯了。莫名其妙，你妈就是个小三，而你是你妈和不知道哪个野男人生出来的野种，还我们不如你，我们生下来就比你高贵。就是，对呀，爸，别跟他废话。我看啊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赶紧让保镖动手，干死他！想把我和我妈弄走，做梦！爸，这个人看起来有武功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吧。乖女儿，别怕，他武功再强又怎么样？他能一敌百吗？都给我上！苏玉，我求求你放了悠悠吧，他年纪小还不懂事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求求你们放了悠悠。妈，你起来，你别给他们磕头。妈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把我扔到山里，你们让我去喂老，我自愿去喂老。你们放过悠悠，你们就能放他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求求你们了。看见没？你妈都已经下跪求饶了，你呀，真该学习你妈一样，赶紧给我们跪下道歉，这样或许我心情好，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你还敢动我？妈，你看他，真是个犟种！来呀，把他扔到深山老林里去喂狼，我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班长。这不是苏老爷子的贴身护卫队吗？怎么出现在这儿啊？这木盒里装的该不会是掌家印吧？听说谁拿到掌家印，谁就是苏家的掌权人。爸，肯定是爷爷想通了，要把家主之位传给你，快接呀，快接！爸，你没听见吗？爷爷都把掌权印留给你了，你快接呀！爸，你怎么了？接呀！你看看他敢不敢接？你这个贱女人，废什么话呀！来人呀，赶紧把她拖下去，省得在这儿晦气。不看谁敢动！请大小姐执掌苏家。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苏悠悠才是苏家真正的掌权人。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苏悠悠才是苏家真正的掌权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肯定是假的！掌家印怎么能在他手里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爷爷这么偏心？这肯定是假的！他一个女流之辈，老爷子就算再宠他，也不会让他作为我们苏家的掌权人啊！怎么，现在承认我是苏家的女儿了？不说我只是保姆的女儿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干嘛？当然是干你了！替我妈打你鸠占鹊巢，这巴掌打你血口喷人，颠倒黑白。你够了！苏新成，你急什么？我正准备打你呢。还有你们两个，我让你认贼作母，我让你欺负我妈，还有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爸！这一巴掌打的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能奈我何？这巴掌是教会你如何做人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妈的丈夫，也不配当我的父亲。你简直是疯了！你这个疯婆子！现在你们明白谁是苏家的主，谁才是你们该敬的人了吗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这些人都是他请的演员。对，你们肯定是苏悠悠请来的演员。来人了，把他抓起来！这掌家印啊，背后刻着苏老爷子的印章，这章啊伪造不了，我们拿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都瞪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，谁才是苏家的掌权人？哼，你看，果然是假的，这上面都没有老爷子的专属印记，怎么会这样？苏总恕罪，是苏悠悠，他给了我500万，让我伪造掌家印，还说事成之后会给我公司的股份，我一时糊涂才上了他的当啊！沈特助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苏玉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苏悠悠，他承认了，伪造掌家印可是大罪，就算你给了我这么多钱，我也不敢承认的。郑特助，你就算在苏悠悠手底下干一辈子，
赚不了多少钱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这张支票和以后苏家副家主的位置就都是你的了。放心吧，苏总，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。苏悠悠啊，苏悠悠，你想不到我还有后手吧？刚刚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配合你演出罢了。好啊，苏悠悠，我说你怎么会有恃无恐？原来你伪造张家印，意图谋夺财产。原来你们早就沆瀣一气在这里等着我了。沈特助，你应该知道，背叛我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苏悠悠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嘴还这么硬，赶紧把这个骗子拖下去！这种人啊，就应该碎尸万段。苏玉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赢了吗？我出去，不想听他废话了。难道是我亲自选的护卫队？我花钱，你们就是这样护着我的吗？苏悠悠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他们本来就是我从劳务市场找来的临时工，穿上西装装样子吧，还真当着是你的护卫队了。苏总，这才是真正的张家印。好，诸位，瞧清楚了，我才是苏家真正的掌权人。苏悠悠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还想打我？你不要打悠悠，放开，放开我！你也一样。妈，打我妈，我杀了你！别挣扎了，等去了野狼谷，可有你受了。玉哥，还是你有办法，这下总算是清静了。老东西，早就说了让你们不要跟我们作对，现在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离远点，别让他们爬回来。妈，醒醒！妈，悠悠，什么没有？妈应该带着你起身走的。妈，怪我没有护好你。等我重新掌握苏家，他们这群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还在做白日梦呢？等到了野狼谷，你们连骨头都剩不下。苏总说了，要让你们尝尝被撕碎的滋味。是你撕碎谁？还不应激呢！苏总，他们跑了。放开红女儿，放开我去吧。苏小姐，你母亲的情况不太好，长期的精神压迫和突发的刺激，让她出现了应激障碍，可能会有短暂的认知混乱。这群畜生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爷爷现在还在山庄逍遥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我得先把苏家的财产全部转移出来。原来他们早有预谋，趁我出国3年，转移了苏家所有的资产，连爷爷留给我的信托基金也全部掏空了。他们以为转走了所有的资产就能赢了吗？大小姐，喂，大小姐。顾晨，你去帮我办一件事。遵命，大小姐。悠悠，你他妈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快走吧！我好不容易逃出了狼窝，再进去会死的。妈，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不回来还能去哪儿？啊，悠悠，妈求你了，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？他们要苏家，我们把苏家给他们就好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真的会弄死我们的。妈，你放心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
么久，现在苏家终于到我们手上了啊！老公，那以后是不是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？当然，现在苏家是我说了算呀，再也不用低三下四看人眼色了。爸，我前2天看中一个包，要100万呢。买。还有我吧，我看中一辆车。爸，我想要一套大别墅。哎，爸，我要的不多，就每个月给我100万零花钱就行。好，行，买，你们想要什么，爸爸都会帮你们实现的。谢谢爸。啊，沈德珠啊，叔叔，我呢说话算数，过几天就帮你举办欢迎宴，欢迎你正式成为苏家的副家主。那就多谢苏总了。周叔啊，你呢虽然是我们苏家的仆人，但不管怎么样也干了20几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是个非常讲信用的人，这张支票你拿着。这种真的不用，我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也没那么好，在苏家也干不了多久了。您看能不能看在我帮过您的份上，让我回家养老吧？养老倒是没问题，不过这苏家的事，苏总您放心，苏家的事我绝对不会往外传。苏家只有苏雨晴一位夫人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冒充的。就一位夫人，好，来这张支票你拿着啊。这我听保镖说苏悠悠和他妈逃跑了，但我觉得以苏悠悠的性格，他肯定会和他妈回来找麻烦。咱是不是要怕什么？现在苏家的钱和权在我的手上，他苏悠悠能掀起什么大浪啊？他要是回来正好，我就彻底解决了他这个麻烦和累赘。爸说的对啊。给我滚出来！苏玉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叫你滚出来！苏悠悠，上次把你送去喂狼，让你逃脱了，这次倒好，你倒亲自送上门来了。爸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既然今天他找上门来，那就让他有命进没命出。对呀，爸，他既然找死，那咱就成全他呗。我回来是替我妈讨一个公道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乖乖跟我妈磕头认错，把转移的财产和掌家令还回来；二，我直接弄死你们，拿回掌家令和财产。就你还给我们选择？苏悠悠，你不是出车祸把脑瓜撞坏了吗？就你和你妈还想让我们死啊？真是搞笑。只怕现在呀，我一个眼神就能把你妈吓得尿裤子了呢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女儿。苏悠悠呀，你真该学习一下你这个废物妈妈，没准儿你现在给我们跪下来，我还能跟我爸求求情，让你死的呀没那么难看。没错，苏悠悠，赶紧跪下来给我们磕头认错。要是你认得比较诚恳啊，这我们还能让你死得轻松一点。妈，不用给这群畜生下跪。要跪别跪吧，只要跪下，他们就会放过我们的。妈，他们就是一群畜生，你清醒一点。悠悠，我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事情，你不懂。悠悠，求他妈求你了，我们一起跪下来好不好？只要一跪，他们一定会放过我们的。妈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下跪，你也不用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妈也是为了你好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女儿。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女儿，我给你们放牛做马都可以，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够了。苏悠悠，你要是有你妈当初半分
这么下跪认错的态度，你和你妈今天就不会这么狼狈了。可笑，我凭什么给你们磕头认错？该认错的是你们这群畜生。苏悠悠，你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？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，狠狠地打！我今天心情好，就陪你和你这个妈好好的玩一玩。苏悠悠，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认不认错？苏玉，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犟，我看看你这个嘴到底有多犟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掌嘴100下，我看看他到底嘴还硬不硬！不要，不要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求你放过我女儿吧。放手！悠悠，妈妈求你，你就跪下认个错吧。妈，如果你相信女儿，你就起来。等一会儿，我的人就到了，我会让这些畜生一一给你磕头认错。哟，真是可笑呢！到现在你还在装蒜呀？哎，人呢？哎，我看看人在哪儿了？哪儿呢？苏悠悠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现在苏家的蒋家业在我爸这儿呢，然后苏家所有的财产也在我爸这儿，你去哪儿找人啊？你们真的觉得苏家的权和钱都被苏玉掌握在手里，就万事大吉了？苏悠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苏玉，你还没赢。老公，你别听这个小贱人胡说，他能这么嚣张，无非就是仗着苏家的人气。如今没有苏家撑腰，能翻起什么浪？对呀，苏总，我在国外跟了他3年，他吃的穿的都是苏家给的，没了苏家，什么也不是。沈特助，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苏悠悠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你不过是命好，生下来就是苏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换了其他人要。看来你还真是自以为是呢，沈特助。可惜啊，大错特错了。我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可不是苏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靠的是我自己。靠我自己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真以为自己在这演电视呢？靠点运气就能绝地翻盘？爸，你还是让人赶紧张嘴吧。我可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他肿成猪头，说不出来话的样子呢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打！我看谁敢！悠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赶紧跪下吧！你就听妈妈一句劝，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认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一点伤害。苏小姐，你就听你妈的吧，这样下去会死人的。妈，你信不信？我数3的时候，我的人就来了。好怕呀，又给你装到了呢。你倒是数呀！来，我看看，数，你数3个数，人从哪儿来啊？少在这装神弄鬼了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狠狠地打！3、2、1，拜拜！走，看谁敢动他！看谁敢动他！没事。哎，你谁呀？你知不知道这是苏家的地盘？你带着人冲进来冒犯苏家，我让你站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他是谁？你应该很清楚啊。我知道你是悠远国际的创始人顾辰。你猜的没错，我是顾辰。可惜你说错了，悠远国际的创始人不是我，而是苏悠悠大小姐。他，怎么可能？悠远国际市值千万万亿，比我们苏家丰厚几千倍。他悠远国际创始人，开玩笑嘛啊！没错，苏总，我跟了苏悠悠3年，从来没见过他去过什么悠远国际啊。就是，
他们呀就是在演戏呢。对呀，肯定是假的吧？这苏六就在那装呢。我在国外3年，跟着爷爷习武学商，拓展了自己的事业。我做事向来谨慎，我知道我在国外3年，苏家一定会有人起义先，所以我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创办了悠远国际，防的就是今天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在骗人！啊，对，那绝对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苏悠悠，别在这儿装神弄鬼的，我们肯定不会信的。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让人给苏悠悠找嘴，到时候呀，他就老实了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苏悠悠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觉得我在演戏，这些都是假的吗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我到底是不是在演戏。去办。啊？什么？苏家现在的产业都被悠远国际收购了，我现在手上1分钱都没有了。苏月，还记得我刚才来的时候说了什么吗？现在你们是乖乖的跟我妈道歉，让她把转移的财产和涨价令还回来，还是我把你们弄死，直接拿回来？现在你怎么审？爸，这都是假的，你说话呀，爸！老公，你快查一下银行账户，万一是假的呢？不对呀，爸！哎，爸，别被这傻子给骗了。好，他肯定是骗子。不可能啊！我银行账户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连国际信托也没了。苏月，你用不知名的手段转移了苏家所有的财产，连我的信托基金都转走了。我当然也能用不知名的手段把他们全部弄回来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苏月，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选？悠悠啊，你就原谅爸爸好吧，爸爸错了。妈，没事了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悠悠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们真的不会再惩罚妈妈和你了吗？真的不会再让我们认错了吗？妈，现在该轮到他们给我们认错了。来，妈，你好好在这里坐着，我会让他们给你磕头认错的。苏月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背叛和纵容，我妈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滚过来磕头认错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被金钱蒙蔽了眼睛，就因为我是赘婿，不想仰人鼻息，所以就一直批为你。苏玉啊，苏玉，你自己是个废物，还想把错怪到我妈头上？老婆，你原谅我吧，都是那个苏雨晴教唆的，都是他的主意。老婆，是我错了，都是苏雨晴，她勾引我，给我吹枕边风，要不然凭我对你的爱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啊，老婆？贱男人，你根本配不上我妈。悠悠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爸爸好吧？爸爸从今天开始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你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原谅你？不可能！妈，你干什么？就是你假扮我妈，让我妈给你舔鞋。我也是被逼的，是他指使我的。放屁！悠悠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一切都是他指使教唆的。还真是狗咬狗，一出好戏。真的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既然你让我妈舔鞋，那你就舔回来吧。怎么？不行？我可以磕头道歉，但舔鞋……我不是在给你做选择，
而是你必须这么做。怎么样，卷舌的滋味好受吗？你还敢瞪我？别急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惩罚而已。苏兰兰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是你自己过来，还是我让人把你拖过来？跪下！我不跪。我再说一遍，跪下！给我妈磕头认错。怎么？看你的样子，很不服气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不服气。凭什么你一出生就是苏家千金，而我一出生就是苏家的私生女，还要遭受别人的白眼跟嘲笑？你的确是苏家的私生女，但是你本可以靠着自己踏踏实实的获得一切，但是你却因为贪心，不择手段，利欲熏心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就算我真的再踏实，我就能拥有你的地位，有花不完的钱吗？所以，我要让你跟你妈都死，我和我妈才能拥有这一切。看你的样子，还真是死性不改啊！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替你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的乖女儿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就你们也配喊妈？之前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认这个妈妈吗？况且，她本来就不是你们的妈。悠悠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糊涂了，犯了错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错就改了。还在这装呢？要不是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们不是我妈妈的孩子，我还真被你们给骗了。悠悠，我真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那文件总看得懂吧？在我看到你们这么帮着苏雨晴母女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天底下难道真的有这种畜生儿子认不出自己的亲妈？后来我派人去查，果然你们都不是妈妈的孩子，也不是我的哥哥。悠悠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啊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老婆，当初是我左右蒙了心，因为你和苏雨晴同时生产，我把你们的孩子调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3个儿子都调换了？老婆，对不起。都被人换。妈，来人，快把我妈送去医院。现在才是清账的开始。背叛我就想逃，你想逃哪儿去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在我身边跟了3年，你也知道我最讨厌背刺我的人了，但是你却还是这么做了。是我给你的钱不够多，还是我待你不好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小姐，是苏玉，是苏玉，她答应我给我苏家副家主的位置，所以我才……所以你才动了狗胆，答应了苏玉的请求，想要这苏家副家主的位置。是。既然你动了狗胆，那就应该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大小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，大小姐。顾晨，在，找人把他拖下去喂狗。我错了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呀！现在这些人留下来也没什么用，敢伤我妈，都送去牢里改造吧。悠悠，爸爸不想去坐牢，你放过我好吗？妈的，贱人！先让我们去坐牢，你先去死吧！
忘了还有你了，周叔，我妈的事情你也参与了。没错，我帮助苏玉陷害夫人，助纣为虐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你倒是坦诚。大小姐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毕竟我犯了错。苏家的确不会要背刺主人的奴仆，但念在你照顾了苏家几十年的份上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大小姐，你不惩罚我了？滚！谢谢大姐，不管。事情终于结束了，该坐牢的都送去坐牢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来人，把这些人送去警察局。我不要坐牢，求求你，只要不要让我去坐牢，我可以为你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？当牛做马，我可以伺候人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苏兰兰娇贵惯了，根本就不会伺候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比起送她去坐牢，慢慢折磨她，或许能让她感到更痛苦。好啊，那你就留在苏家做我的保姆。我让你往东，你不准往西；我让你往西，你不准往东。好。现在把苏家别墅上上下下都打扫一遍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也可以当牛做马，我也可以伺候人。有你女儿就足够了，你，我不需要。来人，把她拖出去。我现在就去警察局自首，现在就去。苏玉，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悠悠，我能不能不去坐牢啊？到现在了，你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事已至此，你觉得我还会让你讨价还价吗？我拿你妈妈3个亲生儿子的消息跟你交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妈和舒雨晴同时生产，我把他们3个都调换了，把你妈3个亲生儿子都送到了孤儿院。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们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只有我知道他们在哪。苏雨，你敢威胁我？说瑶瑶，我知道你有本事弄死我，但是弄死了我，你妈的3个亲生儿子就消失了。你难道眼看着你妈就这么疯疯癫癫下去吗？很好，说吧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让我留在舒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们的地址。滚！这么轻易放过他，是不是太便宜他？我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不可信，但是为了妈妈的病情，我只能选择暂时把他留下来。啊，对了，老同学，多谢你帮我掌管悠远国际3年，这3年你辛苦了。别客气，大小姐。怎么还叫我大小姐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你在我面前不用跟其他人一样喊我大小姐了。从我人生第一次在高中被混混欺负的时候，是你第一时间把我从混混中救了下来。我当时就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说让我喊你大小姐，所以我就一直喊你大小姐，这么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记得呀？顾城，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我怀疑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好了，我不逗你玩了。我知道你待在我身边，替我掌管悠远国际，是为了悠远国际的那个女秘书吧？你要是喜欢，改天我帮你表白，省得你支支吾吾说不出口。你误会了，我喜欢的人。对了，这个纸条上的地址，你去帮我查一下，有消息了及时告诉我。好。这不是我小时候住的孤儿院地址吗？我要找到我的儿子！医生，我妈这是怎么了？你妈这是受了巨大的刺激，神经已经紊乱。如果想要恢复，只能帮她找到自己的孩子。
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没错，除了帮病人达到愿望，才能使病人恢复，否则没有其他办法。我知道了。你看这个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偷回了我的孩子？不要放开我！妈，我是悠悠啊，妈，我是你的女儿悠悠啊，看清楚。你们是我的女儿，你是坏人，你给我滚！你滚！妈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妈，我一定会找到3位哥哥，让你清醒过来。大小姐，阿姨怎么样了？我妈刚才有点神志不清，受了刺激，就更神志不清了。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安排人把全球最著名的精神科专家全都请过来，一定能治好阿姨的病。没有的，我妈是心病，我只有找到3位哥哥，她才能彻底清醒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妈发病咬的，我不疼。都出血了还说没事？走。疼？刚才不是说不疼吗？现在你一梦，我真觉得有点疼了。你呀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嘴硬。现在看起来，你认真的样子还挺好看的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也没说错啊。你认真的样子看起来本来就挺好看的，是我的菜。不过君子不夺人所好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如果是你偏要勉强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答应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伤口我给你弄好了。我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你替我好好照顾我们。好。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知道了。苏兰兰，地你都擦不干净啊！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之前没做过，所以不会做。没做过，那就好好学。要是学不会，就去坐牢。监狱里边有的是人教你。知道了，大小姐，我一定好好学。看我不让你摔一跤！看来让你做保姆，惩罚还是太轻了。你还有精力给我耍这种小心机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是我不小心撞到水桶的。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小心思。苏兰兰，再有下次，我不介意送你去陪你妈。苏悠悠，你给我受的这些耻辱，早有一天我会让百倍千倍的让你还回来。苏家家主罔顾伦理，和自己的亲哥哥搞在一起，我看你还怎么力挽狂澜！大小姐，这么晚叫我过来有事吗？大小姐，怎么这么疼？我好热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可是，大小姐大小姐，这样对你不好。别担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
我注意了，等我。可是，从高中起，我就爱慕了你10年，渴望了你10年，但是我不能在你不清醒的时候让你爱我。别说话了，专心一点。我昨晚把顾琛给睡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醒了？昨晚……昨晚的事情，只是一个意外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这个是昨晚的补偿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现在社会男欢女爱很正常的，我不在意那层东西，你也不用在意的。啊，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喜欢的人的。大小姐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能配得上你的男人，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你身边，不断努力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比肩站在你身边。大小姐，我喜欢你，我其实一直喜欢的都是你，所以希望你以后别把我推向别处，好不好？你喜欢我？是。大小姐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走便是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你一直不肯表白。昨晚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故意逼你跟我表白。现在你可以说心里话了吗？顾琛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你们两个怎么能在一起？好啊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干的好事，你们竟然睡在了一起，你们可是兄妹呀！家人们，你们快看呀！苏悠悠竟然跟他的亲哥哥搞到了一起，真是丧尽天良，罔顾人伦啊！这是什么绝世反转？有情人终成兄妹？666，豪门就是玩的花呀！上一代作孽，下一代受罪，这苏悠悠也够惨的。你说他是我哥？悠悠啊，我没想到你找的男朋友竟然是，家门不幸啊！都怪我，是我糊涂啊，是我害了你们啊！爸，我知道你也不想的，但当务之急是苏家的名声。苏悠悠，以你现在的名声，不适合当苏家的掌权人，不如继续让我爸接管。奶奶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？爸，虽然你犯了错，可是你已经悔改了。无论如何，苏家总得需要有人走到台前来。老爷子现在身体不适，正在休养。苏悠悠，你也不想他因为这些事情气急攻心吧？悠悠，你看这……苏悠悠，苏家的股票已经下跌了，你还不赶快做决定啊？苏玉、苏兰兰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想逼我退位？悠悠啊，现在不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又怎么样，而是你现在名声已经坏了，甚至影响到了苏家的100年声誉。就算你不认我这个爸，没关系，但是你总得为你妈妈想想，总得为老爷子想想，总得为苏家多考虑考虑吧。没错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苏家出了这样的丑闻，这苏悠悠是不是该引咎退位呀？我还买了苏氏的股票，这再跌下去我就赔惨了。是啊是啊，苏悠悠赶紧退位！哎呀，苏悠悠，你看现在网上的人都在声讨你呢。大小姐，喂，悠悠，怎么回事啊？网上怎么那么多你的负面新闻啊？你妈妈还好吗？爷爷，没事的，你安心休养吧。哎呀，这都惊动老爷子了。苏悠悠，你赶快决定退位，让给我爸爸。
悠悠啊，到时候我会向外界说明，这一切都是我当年做的糊涂事，才让你们兄妹两个做出了这样荒唐的事情。你说的对，确实都是你的错。惊天逆转，豪门眷侣竟被造谣是兄妹，为争家产造谣亲女儿搞骨科，这瓜可以吃1年。就这，不过是想引导网民打舆论战而已。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想伤害到苏家的声誉，这苏家未免也太脆弱了吧？悠悠啊，就算你扭转了舆论又怎么样？说到底，你们两个还是做下了这样荒唐的事情。对呀，就算你们2个人两情相悦，不顾伦理，可你们2个不能生孩子的呀！兰兰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悠悠，这个兰兰说话是鲁莽了一点，但是说实话，苏家怎么可能让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做掌权人呢？对吧？伯父，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但那也是半个，更何况经过调查，你之前给大小姐的地址和信息全都是伪造的，我从始至终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哼，这肯定是假的。苏玉，我已经打听清楚3个哥哥的下落了，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昨天晚上他们还……好，你诈我。我的意思是……我累了，不想跟你们争了。苏悠悠，你……我不过是想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招数而已。倒是高估了你的智商，除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你也没有别的计策了。古晨在。我劝你还是早点告诉我哥哥们的下落，否则这个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爸，你说话呀，我不想死啊！好，我可以交代，但是你必须保证不动我和兰兰。苏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少爷，您母亲的病已经犯了，您快过来吧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得保证，你必须说实话，否则我绝对会要你的命。那当然，只要你保证不动我和兰兰，让我们继续留在苏家。陈娇，顾晨，陪我去医院看母亲，再安排人盯紧她。好。兰兰，你想不想林佳瑜、苏悠悠之上啊？当然想了，可现在事情都这样了，还怎么翻盘啊？好，让我教你。苏悠悠只让保镖看住了我一个人，但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。你现在去跟着他们，然后……这招好，爸，我现在就去。嗯。我亲爱的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把我孩子扔在哪了？你把我孩子还给我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出错，我不应该激动。求求你，把我孩子还给我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快点，把我的
苏夫人长期遭受着强烈的精神刺激，以及被人虐待，她的精神状态是极其不稳定。只有找到她的孩子，才能缓解她的症状。要是我没有出国就好了，说不定我就能护着我妈。悠悠，不是你的错，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啊。从小疼爱的儿子，不是亲生的，深情专一的丈夫，是装的。这对我妈的打击确实太大了。悠悠，你放心，我已经重新按照苏毅交代的信息，派人去找你哥哥们了。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了，到时候伯母肯定会好起来的。等我找到了3位哥哥，我一定会让苏玉那个老东西把欠我的债一点一点还回来。我去一趟洗手间，在这等我。这么明显，看不出来吗？你不怕大小姐？怕，但喜欢你的心胜过了一切。我知道你喜欢苏悠悠，但像你这么有魅力的男人，让人不顾一切的想要靠近你。哦，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？只要你愿意收留我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愿意做你的狗，做你的地下情人。没想到你这么……是啊，我爱你，奋不顾身。哎，太多了没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刚刚不小心崴到了脚，摔倒了。他都有，他不要脸！真的，我刚刚做的好好的，他就扑上来了，粘住我了，我怎么撕都撕不下来，还说了乱七八糟的一堆话。要不是看到你一直在门口拍照，想让你多拍点，我早就跑了。你无耻！明明刚刚你都没有拒绝，还差点跟我亲上了。你快拉倒吧你！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蛇精灵，风尘气，明明尖酸刻薄，还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可以自爱，但不能自恋。可惜啊，你只自恋不自爱。你的狗跑了，你不追？我的狗跑就跑了，反正你的狗没跑。我的狗？对啊，我是你的狗，汪汪。油嘴滑舌。真的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嫌我脏，我可以把衣服都脱了。好了好了，小心点儿，那些古董可价值10个亿，摔碎了你可赔不起。悠悠啊，我知道错了，爸爸年纪大了，搬不动了。闭嘴，快搬吧，你这是在给自己赎罪。好，我搬。悠悠，查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好了，原来3位哥哥都在苏氏企业里上班。对呀，太巧了，哥哥们和我是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，长大后3位哥哥被同一家人领养，现在我们只要做 DNA 对比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苏家子嗣了。悠悠，太好了，你可以帮妈妈实现愿望。这个消息来得太及时了，鉴定 DNA 需要1周，下周刚好就是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，悠悠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我会在苏氏的股东大会上宣布3位哥哥的事迹，并且退位，把家主之位让给3位哥哥。苏家的家主之位应该是我的，苏家的财产也应当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夺走。隐忍了20几年，我怎么可能这样轻易的共归于
一回，这一切我一定要夺回来。喂，是我，我要。干什么？小梅，苏家主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看在咱们一起长大的份上，苏星辰，你不是去警局自首了吗？我被关了2天就放出来了，我现在是无路可去，身无分文的，你救救我吧！啊！就你犯的那些事情，只被关2天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？顾晨在。冒充苏家血脉的事情，你确实无辜，这个我不怪你。但是你别忘了当初你是如何欺辱我母亲的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求饶？当初你屈辱我母亲的时候，可有一丝丝的动摇了？仅仅把你逐出家门，对你来说也算轻的。没想到你还敢上门来骚扰！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大家知道我是假的后，以前苏家的对手可把我折磨死了呀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啊。不如求求你的好爸爸吧。爸爸，你救救我吧！你救救我吧！啊！走开！我怎么救你啊？我自己都在赎罪呢。对吧？苏玉，你种下的因果终将开花结果，我等着看你的报应。天上的星星。妈，我已经知道哥哥们的下落了。等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我就会带他们和你相认。妈，等我一定会带哥哥们见你的。悠悠，别叹气，等报告出来，我马上把哥哥们带过来。到时候伯母和家人相认，肯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妈，等我带哥哥们见过你之后，我就会卸去家主之位，和顾晨结婚。悠悠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？这些年多亏你一直陪着我，我也知道你的心意，不想错过你。悠悠，我知道你没什么野心，这些年陪着我做这些事，只是因为爱我。其实你并不喜欢忙碌的生活。没事的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，我甘之如饴。爱本来就是双向付出，谢谢你一直默默的支持我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通过亲子鉴定比对，证明了他们3个就是我的亲生哥哥。恭喜苏总找到亲生哥哥，我们几个改天一定上门祝贺。不过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没有必要拿到董事会来说吧？是啊，苏总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可不归我们董事会管。怎么没有关系呢？他们是我的亲生哥哥，当然也享有继承权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要退位，之后公司所有事务都会交由我的3位哥哥打理。简直荒唐！这么大的公司居然要交给别人？是啊，简直不负责任。苏悠悠，你能坐到这个位置上，完全是我们几个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。现在你竟然直接找几个不知道底细的人踩在我们董事会的头上，你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吗？是啊，悠悠，虽说你现在是苏家的掌权人，可这牵扯到所有人的利益，可不能随便儿戏啊。各位还知道我是苏家掌权人啊？那我做的决定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？我反对。他怎么来了？苏总，坐。苏总，你可算来了。苏悠悠啊，想把公司的大权交给完全的陌生人呐。有我在，这3个不知来历的野种，谁也别想上位。苏玉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份亲子报告鉴定已经说明了，他们是我的亲生哥哥。苏玉，你一个被赶出苏家，在苏家打白工的赘婿，
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放肆？就凭我是你爸，现在我是苏家的掌权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在这里说三道四。苏玉，爷爷早就已经钦定我为苏家的掌权人了。你一个在苏家打白工的赘婿，还妄想成为苏家的掌权人吗？哎，苏总，他说的对呀，毕竟他现在手中有掌家印啊。如果我们贸然行事，万一被人抓着把柄，告到老爷子那里，咱们不好收场啊。悠悠，老爸今天就教你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姜还是老的辣。你就不要异想天开、白日做梦了。苏家掌家权是需要掌家令作为凭证的。你笑什么？笑你无知。苏总，苏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就你苏家这个掌家印，我有没有权利在这发号施令啊？掌家令？为什么掌家印会在他手上？我记得明明我已经收好了。苏悠悠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吗？苏悠悠所有的密码都是他母亲的身任。苏悠悠啊，苏悠悠，想不到吧？你这点小心思，早就被我们摸透了。苏玉，既然掌家印在我手里，那我才是真正苏家的掌权人。小丫头片子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给我指手画脚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哎呀，苏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掌家印在苏总手里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。就算你有掌家令又怎么样？我是爷爷钦定的掌权人，你依旧没办法左右我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，单凭掌家印还是不够，这里很多元老都是以前老爷子带出来的。你知道就好，那就赶紧把掌家令还给我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你就别做梦了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想要的还远远不止这些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要你永远滚出苏家！我滚出苏家？你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苏总，好歹苏小姐你是苏家的女儿，万一老爷子……马总，这是苏家的家事，我们掺和不合适。是苏玉，让我滚出苏家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哎呀，苏小姐，苏总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你刚才说那话太难听，而且刚才做那个荒唐的决定，差点损害到在座的所有股东的权益。我觉得换苏总来掌权，对于苏家财产那是有利的，是不是呀？啊，是啊，要不是苏总及时赶到，现在掌权的人就是几个陌生的黄头小子。傅小姐确实没有苏总老练，换了之后啊，对苏氏确实会更好。都给我闭嘴，滚出去！他们的意见你也听到了，乖乖的把它签了。我要是不签呢？你要是不签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想想你躺在病床上的母亲。喂，瑶瑶，不好了，老婆出事了。什么？顾川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苏玉，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自然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，否则我怎么让你签字啊？是啊，苏小姐，只要你签了股权转让协议，对你对我们那都好啊。做梦！你们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别动！别动！
你冷静一点啊，有什么我们可以慢慢谈。苏月，她可是你的结发妻子，她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就这么对她？老婆子让我背了这么多年赘婿这个名字，我跟别人谈生意，他们都嘲笑我，叫我赘婿。现在你母亲在我的手上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个协议你是签还是不签？我签。悠悠，对不起，苏小姐，这个人听说您在这儿，就非要闯进来，拦都拦不住啊！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悠悠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啊，我之前啊都是被他们给迷惑了。你看啊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以前对你一直都不错的，现在我就是一时犯了糊涂而已。你看，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啊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你给我滚！给我快点签字，否则休想我放了你妈！他妈的，你敢踹我，还让我滚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至于混得这么惨吗？放心，拖着他，我这边有办法。苏新成，你不是想让我原谅你吗？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让他认你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苏月，我就让你们狗咬狗，请内讧。你说真的？当然。哎爸，你要不把我认回去吧？这个废物东西，想让我认你，没门！哎呀，苏大少爷，你就不要再添乱了。他妈的，我们家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？滚！你不能不认我，咱们毕竟是有父子情分的，对吧？啊！就你这样的废物儿子，还想要我认你下辈子吗？退后！等等，快走！好，查放呀，停后！去死吧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悠悠没事，悠悠，伯母已经没事了，你先解决自己的事情。苏月，这场闹剧已经结束了。哎呀，悠悠，你得给我点时间，他马上要答应了啊！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我好不容易现在成为苏家的掌权人，要是认了他，以后的财产还得分给他，怎么可能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好歹也是你儿子，你不能因为财产就不认你儿子了？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？苏悠悠，我劝你别拖时间了，赶紧签字吧，否则我也不敢保证兰兰会对你妈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胜券在握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兰兰这个也是废物，你们全部是废物！废物！你也看到了，我妈已经被救了，你现在没有办法威胁我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视频肯定是你 AR 的，你想用这段假视频来骗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不签字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他是不是疯了？那还要他认我吗？你让我做什么，你只管吩咐，我绝对做。我现在只需要你把他给我扔出去。真的？当然是做梦。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父亲啊！现在承认你是我父亲了？晚了，滚出来！啊！钟兰兰，她不是应该被带走了吗？难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？来了，怎么样？上！爸，你救我！说重点。
察抓了，我招了，我全部都招了。这些事明明都是你主谋的，我只是被你骗了而已。爸，你自首吧！警察说了，只要你自首了，就会从轻发落的。啊，我求你了，你自首吧！你自首吧！废物，统统是废物！苏玉，这可是你的好女儿亲自给你打来的电话，劝你自首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你还有脸说？明明假装深情觊觎别人家产的是你，忘恩负义、虐待妻女的也是你。你要是能安分点的话，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走吧你走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去自首，要不然你就会连累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签字了，签了字，苏家以后的财产就是我的了。出来！你别挣扎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去自首，要不然你就会连累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知道吗？出来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开门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开门啊！哎爸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快去自首吧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替你签字了。警察已经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了，签字也救不了你。救不了我，你只要把字签了，苏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。到时候我有钱有势，水里找个人顶包，就能帮我脱罪了。我不签，不签，那你就看手艺吧。你休想！你给我按啊！你给我按了！苏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了。你给我按啊！你给我按了！住手！找死！就差那么一点。顾晨，你不得好死！还有你，苏悠悠，凭什么你和你妈一出生就拥有一切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我不甘心！苏玉，你曾经有一个爱着你的妻子，敬重你的女儿，你本可以享受这一切，可是你太贪心了，贪心的不认你的妻女，你亲手毁了这一切。苏玉，啊不，林玉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父亲，你就在监狱里好好忏悔吧。我不甘心，带走。苏悠悠，我告诉你，我没输。悠悠，这个王八蛋已经被赶走了，以后他肯定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只要你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干。之前确实是我狼心狗肺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就凭你曾经对我妈妈做的事情，对我做的事情，就根本不可能。臭小三儿，看来我妈是一夜捣乱是吧？信不信我弄死你啊？啊！哼！不就是我做错了？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活该啊！一会儿小点声，母亲生病了，容易受到惊吓。妈，我把哥哥们带回来了。你先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把我和家人们分开了。走，悠悠，妈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
其实你不是苏玉的亲生女儿。当年妈妈怀着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招婿入门，没想到竟然会引狼入室。妈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